一下中东的情况。大家知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到现在都还在持续中。美国的角色是什么？美国最近跟阿拉伯的一些伙伴其实有提出一个计划哦，说就让巴勒斯坦建国吧。可是以色列不可能同意的，他坚决反对哦。所以呢，你看到就僵在那儿了哦。那纳坦雅胡他的这个立场非常的强硬哦，因为本来有一个和谈的一个方案，互相换球啦，哦，释放一些这个对方的一些这个俘虏啊。可是现在呢，他又这个后悔了，或者是说他不依了哦，他召回了谈判代表，他还批哈马斯说你要求全面撤兵就是痴心妄想。所以战事啊，或者是冲突又升高了吗？我们看到最近有2件事情，包括美国的 FBI 局长以及美国的 CIA 局长前后在这2天突访以色列，而且是秘密行程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这是 FBI 局长瑞伊他强调他会针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工作的重要性，而另外呢，我们看到拜登他另外一方面也签署了一道命令，他要保护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不要被驱逐出境。而另外呢 ，CIA 俗称情报头子的这个局长，他秘密访问以色列，到底是为哪桩呢？谈的是人质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美国已经使出了很多的力气想要做调解，可是看起来进度真的非常的有限哦。你看到以色列还在不断的空袭他空袭拉法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拜登纳塔雅胡现在呢可以说关系紧绷了，因为他等于是控制不了纳坦雅胡嘛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包括《华尔街日报》也写了，拜登跟纳坦雅胡的关系已经面临了爆发点，因为两边是谈不拢的因为大家知道拜登要选举了，而且他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你把这个巴勒斯坦把这个加萨走廊这样子不断的轰炸，到现在死了多少平民已经无法计数了。而另外呢，美国内部的问题，刚刚董哥也提到了，包括德州这样子的问题，其实也让拜登非常头痛。现在乔治亚州的州长他也宣布了，他会向德州边境派遣更多的国民禁卫队。为什么？因为太多的非法移民要越境了，所以他们要加派人手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法官对于德州允许警察逮捕非法入境的移民也表示怀疑，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断的在角力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地区法官他也讲了，他说我不相信只有罪犯越境的说法，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共和党的一些政治人物的说法，说这些来的都是犯罪者，他认为大部分的这些非法移民还是守法的人，所以两派不断的在争执，而社会的乱象就越来越多。包括现在美国有体育界的大事超级杯，可是发生了憾事，有枪击案，造成了1死22伤，还有连电台的 DJ 都身亡了所以你看到美国现在乱哄哄的。拜登说话了，他说这个枪击事件让我们震惊，我们感到羞愧而采取行动。可是拜托，枪支管制的事情不是今年发生，不是去年发生，这10多年来太多了。可是管制的行为有收到成效吗？看起来是没有的。另外呢，普京俄罗斯的总统出招了吗？我们看到最近他有一些说法说，我支持拜登继续连任，我挺你拜登可是像是日本媒体就说，这可能是在做两面手法，他是暗助川普普京说了，我乐见见到拜登连任那他觉得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可能说的是反话吗？另外，川普最近官司缠身，包括他涉及的2宗刑事案件同一天开庭，他有2个律师团，兵分2路来应对。可是官司缠身的川普我们看到包括他的支持度都还在上升中川普这是路透社做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川普的支持度是有37%，拜登34%，两个人差了3%。所以呢，烂事缠身的拜登烂事缠身的川普还是赢过拜登吗？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花旗他预计了，他说如果川普大获全胜的话，美元会上涨。是这样子吗？来问一下赖老师。经济的问题我先搁下，我们先谈政治的问题政治问题比较有趣是拜登还在演戏
啊，为什么我直接说拜登他的团队都在演戏？因为国际社会已经快受不了啊，这个以色列将不断的去攻击轰炸这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尤其现在已经打到拉法啊，这个是难民已经躲无可躲了，其实死的都是平民百姓，国际社会的压力很大，阿拉伯世界跟伊斯兰世界的压力很大，国际恐怖主义者也蠢蠢欲动。其实美国如果真的要出手，你看美国当时要修理台湾，说你的半导体不能卖给台湾的时候，你不听话他就制裁你，台湾乖乖的听话，台积电就奉送给他，三星不也就是从对于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到贸易逆差，不是就是因为害怕被美国人制裁？荷兰的艾斯摩尔不也一样吗？美国人最常使用的就是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制裁你，这么简单。那怎么可能美国叫不动那个以色列呢？因为美国只要不给以色列钱、武器、弹药，甚至在联合国里面投下弃权票，不要投下战争票，只要投下弃权票，那安理会就会通过对以色列的制裁，就这么简单。但是美国没做哦，美国一样继续投否决票。第二个继续给钱，第三个继续给武器弹药。不要忘了洛克希德斐勒，或是洛克希德马丁他们的，或是波音的精准炸弹，不是一直在送过去吗？这代表什么？我在演戏。哎呀，不要再杀了，不要再杀了，停火吧。然后，哎呀，我要两国方案，一手就是继续给你钱，继续给你武器，继续打，继续杀。这个叫做什么？虚伪至极，伪君子，非常典型的伪君子。美国的民主党就是伪君子，共和党就是真小人。共和党就告诉你我就是小人啊，你怎么样？不然我的几遍喏，哎，这句话好像我们有一个前任的领导人讲过啊，这叫做真小人，我的几遍喏。那哪一个比较糟？真小人还是伪君子比较糟？当然真小人比他好嘛，比较好，因为你可以知道他是坏嘛，伪君子就装好人，装好人才最可怕。为什么？装好人，那你想想看，他都在干坏事，这才真的可怕。坦白说，我们台湾有个政党，他也是最伪君子了，每天改革、希望、未来然后呢，每天司法改革、民主我们是每一天满嘴争议哦，女权、父权，不是父权，人权，每天满嘴这个，但是干的都是坏事，这叫做什么？伪君子。伪君子真的是最可怕啊！好，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是民主党确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伪君子的政党，我们把它放在一边了，因为这个政党谈到最后好累啊。谈一下美国现在的真小人面对伪君子该怎么办？为什么呢？坦白说了，美国现在他们苦恼的是，他们对于联邦政府没有有效的管控非法移民，是他们很苦恼。是，那一般的州，尤其是德州是一个灾难大州，这个灾难的大州他受不了了，所以他现在跟联邦政府在对抗，他也跟联邦法院在对抗。是。那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同党的州，他们已经开始，像佛罗里达州也调派了1000多位国民警卫队进入德州，协助这个德州州长跟这个联邦政府对抗。现在又有一个州又加入了，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共和党的州他们都已经开始纷纷的加入德州，跟他们的联邦政府、跟他们的联邦法院在对抗。美国再这样一直玩下去的话，坦白说，美国真的会四分五裂。这个国家真的是国将不成国，武器的问题、滥用的问题，我又要说还是伪君子跟真小人。共和党就觉得这是我的选票啊，因为在美国卖枪支的店比 7-Eleven 还要多，这代表什么？很多的就业机会，是代表很多的利益，是而这些利益的背后，绝大部分的都是共和党的金主。那共和党就一定硬挺嘛，民主党。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枪支非法，你要把它干掉的话，你当初控制2党，控制2个国会，通过这个法案就好了嘛。而且也不做，也不做嘛。对，我们看到校园里头有很多很多过去的悲惨的例子哦，这就是现在的美国。来，我们进一下广告。
国政府真的是两面手法吗？一方面提供武器给以色列，一方面又在促成两边和谈，所以这个战争什么时候才会落幕啊？我们之前已经有一段时间把焦点聚焦在红海上面，那我们已经快要忘记加萨走廊了。那如果我们看现在加萨走廊的状况是什么？我们还记得吗？之前以色列是把加萨走廊的人民从北部赶到南部，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以这条黄线以南的这个南部的部分，这个深蓝的部分，这个是以色列。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浅蓝这个部分，也就是 IDF 以色列的国防军进入的地方，那我们这样子看到，也就是原来加萨走廊南部的这一块，那个有关于这个哈马斯控制的区域已经越来越小了。那越来越小也就算了，那这里他还标注了一个医院的部分啊。那这个医院呢，其实它是罕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现在他们是说，就是以色列国防军是说，之前有很多的人质被关押在这里，他们怀疑人质的那个遗体在这里，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持枪进入这个位置，而且其实他们现在慢慢的要向南赶，向南赶的问题就出来了，也就是那我们想一想，巴勒斯坦的人民到底要去哪里嘞？因为为什么？今天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埃及现在在西南半岛的这个沙漠上面大兴土木，它要盖什么？它其实要盖的是一个围墙，不让它过来。对，我们看看这个围墙有多高，而且未来要盖的围墙不是长成这个样子，未来要盖的围墙它是要盖成混凝土的，也就是说，未来其实那个这一些。巴勒斯坦的人民，他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困苦。那现在美国其实，在大陆的折冲之下，慢慢的要接受两国方案。那我们看看两国方案是长成什么样子？两国方案其实就是1947年联合国所提出来的一个计划。我们来看这个白色的部分是以色列的部分，那有关于巴勒斯坦是绿色的部分。但是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刚刚赖老师会讲说这是两手的策略？因为我们真觉得可以回到1947年吗？这个我们看一看啊。纳坦雅胡说，如果说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全面撤退是痴心妄想，那和谈就已经破局了。如果连和谈都没有门的话，那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怎么回到1947年的两国方案呢？是更不可能。以色列一方面轰炸，一方面告诉加萨的平民说：“你赶快逃。”可是要逃到哪去？逃到月球去吗？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对啊，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啊，这个国家其实已经变成非常扭曲，而且是分裂的啊。它的国内的枪击案啊。昨天刚好李嘉彤教授啊传他有一篇那个给我看了，他讲说这2天啊，其实我们在过春节，是休斯顿有个妈妈带5岁的孩子，他上教堂，然后这个妈妈掏枪对所有群众开枪。当然因为现在开枪太多了，我们报道只是刚刚你讲的超级杯啦，是因为超级杯22个人受伤，1个人死亡，有 DJ 有怎么样嘛那这个妈妈也当场被2个警察把他击毙，这2个警察也刚好上教堂。好，你看孩子5岁在现场看枪到底是怎么卖出去的。有一个人开车他在亚特兰然后他看到4个高中生看得不爽，从车上开的，现在凶手还没抓到。有，我刚刚看到这个这个插播的讯息。是，那纽约地铁大家也知道，那青年人打一打就把枪掏出来，在纽约地铁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美国其实。他不止在国际贩售军火，他在自己国内这样。为什么枪支没办法进？因为没办法进，就是因为他们都靠军火太容易赚钱，军火商赚了钱给州议员、给参议院、众议院然后州长包括总统，你最主要的政治现金都从这里来嘛，就很简单。所以大家嘴巴都讲一讲。
台面上的事情呢，其实我们看不见，不过呢，时时刻刻都在竞争。我们看到菲律宾的外交部部长突然讲出这一句话，他在国际记者会上说，希望台海不要爆发冲突，也不要有战争，因为一旦发生战争，菲律宾会立刻受到影响哦。他讲这句话的同时，他也主张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以及他们的权益呀。我们看到菲律宾最近在南海的巴拉望岛部署军舰，像是路透社就评论说，这很可能会激怒中国，因为这一些海面上的所谓各国角力的这个利益啊、权益啊，其实都非常的敏感的。您看到眼下是中国的海警在南海的黄岩岛这个区域驱逐菲律宾的船只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你来我往，而主张的就是所谓合法的权益要维护，这是菲律宾的外长在不断的强调的。只是到底是谁的权益，到底合哪一个法大家都还在争执当中。而事实上呢，国际对于台海之间的认知真的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觉得很危险，有人觉得还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报告最近就说，国际社会对台海的看法跟美国不同，所以美国有必要理解认知的差距，才能够建立强大的联盟来支援台湾。你美国有时候说很危险要爆发战争，2023、2025、2027，可是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的看法又不太一样了。而包括您看到美国有将近50%，也就是一半的航母要齐聚西太平洋。印太的区域紧张升高的情况之下，所以这是美国的军事专家讲的美国有可能会调兵遣将，把将近半数的航母把它派进西太平洋，要牵制谁呢？中国跟北韩。可是中国它也不是省油的灯，它不是塑胶做的它在解放军的军备增加它的军费上面也是逐年在调高。包括您看到2023年中国的国防支出上升，大概是这个年增长率5.4%。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他要加强他强化军队的决心，因为大家都要防堵你嘛，你自己包括中国大陆他自己也要把他的这个军备的力量提升。所以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的因应对策是什么？他计划在2035年发展6艘航母对抗美国，要进入新的阶段。而且他特别指出那个时间点呢，他们会至少有4艘航母是这个核动力这是它的6个航母战斗群里面有4艘是核动力，而且呢会有全部搭载歼35跟歼15他们认为这很可能会追上美国会把这个中美航母舰载机化的代差给抹去就说已经是并驾齐驱了。而另外我们看到 F-35战机最近美国因为在撙节他们在这个撙节他们的预算，所以美国的国会对于国防预算的这个上限，它定下了一个上限。拜登因此希望说，五角大厦你订购的 F-35的数量减少18%，本来要买83架，现在要降到70架有一些经费上的挪移跟调整。可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 FC-31这个标题是这样写的，别管 F-35了，快看 FC-31。中国大陆呢，向这些阿拉伯的产油国家力推5代战机，这是中国提供的 FC-31战机。他说你这个 F-35买不到或者不想买会太贵这个空白了嘛，那我刚好可以提供像这个 CP 值更高的第5代新型战机，要协助你这些中东国家实现国防制造本土化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到美中的竞逐是方方面面的。来，菲律宾的外长没有说实话了，这个我就直接指控菲律宾的外长说谎话。南海是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会有太平岛？因为11段线嘛。那中业岛也是我们的，是菲律宾非法的占领我们的，抢了我们的中业岛。原来是我们的国军在驻守中业岛，是因为来了一个台风，我们为了避台风，跑到太平岛去，因为比它大，然后避了台风以后，结果台风一过，菲律宾就来占领了。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仁爱礁本来也没有这些烂的这艘军舰在那个地方，什么时候有？就是美国去攻打这个
中国大陆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的那一年的时候，菲律宾就突然间派了船过去了嘛，就坐滩在那个地方。当初也说他们会把它拖走，结果从此以后1999到现在都没有拖走，没有说实话，直接说谎话。然后菲律宾说啊，这个不是中美的大事，中美的较量的结果，明明就是直接说谎。为什么？小马可斯刚上任的时候啊，第一国的访问就到中国大陆国事访问，而且还直接说要把南海的争议搁置下来。结果接着之后呢，布林肯去了菲律宾访问，贺锦丽去了，最后是奥斯汀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去了以后，整个小马可斯态度180度转变，每天在南海闹事。所以说谎，我觉得一个外交部部长公然说谎，我是很不耻这种行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军费的问题，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笑话。为什么说军费的问题是一个笑话？中国大陆到今天为止，它的国防经费没有超过它 GDP 的2%，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超过2%。台湾都已经超过2%了，美国早就超过3.5%了。是，美国3亿5千万人口左右，3亿多人口，结果它的国防经费是8800亿美元。中国大陆14亿人口，是美国人的几倍，4倍多啊，快5倍。而它的国防经费不到2500亿，一个3亿多人口的国家要搞8000多亿的国防经费，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只搞了不到2500亿的国防经费，你还说这个国家是准备要打仗，要准备要你应该讲的是美国整天准备要去侵略世界各国啊。那不然的话，你美国你2大洋保护你，北边是加拿大，对你没有安全威胁，南方是墨西哥，只有你去抢人家的土地，人家还抢不走你的土地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结果他的国防经费为什么要8800亿？解释给我们听嘛。那中国大陆周边这么多的国家，有韩国，有俄罗斯，有日本，然后这样子有中亚，一直到南亚，怎么这么多的国家连接在一起，而他的国防经费不到2%？而你说他是准备要长期的战争2195亿美元，去年对嘛？也不过就是这一些钱嘛，而且2195亿美还不到2500亿，对，不到2500亿。然后你还说他是穷兵黩武要打仗，我觉得你们这些欧美的智库啊有点水准啊。这是英国的军事智库讲的，为印太持久战做准备。有一点，那美国就是为全球持久战做准备了，所以美国想要征服并吞整个世界，不然为什么要8800多亿美元呢？是对这个分析的极有道理啊。来请教舰长。如果说按照现在这个说法，就是未来解放军会有6艘航空母舰，是这件事情2年前小舰长就已经在南华早报讲过这件事。为什么这么说？有人说你是看了水晶球吗？不是。那要从怎么样得知呢？他不会告诉你他要做几艘航空母舰，但是他会不断的造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啊。我们从战斗群的数字来算，我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啊，无论是山东或者是现在的福建舰，还没有海事的福建舰来算的话，它一个打击群里面，它最少需要1艘防空指挥舰，那就是055的这一种万吨的驱逐舰。那我们现在来看如果我们现在来看055一共有几艘的话，055现在一共有几艘？现在一共有10艘，但是它未来它还不断的在做啊。那它不断的在做，告诉了我们什么事情呢？它未来要造12艘。那造12艘告诉了我们有6艘的讯息吗？我们这样讲，海军都是1/3作战，1/3正在服役中，1/3在训练，1/3在休假或整补，或者是做各项的维修。那如果说他已经做了12艘的话，那也就代表他有他的2/3是多少？他的2/3，也就是说
就是4艘航空母舰，4艘航空母舰往推到全部数就是6艘，当初是这样算出来的。那刚刚那个主持人有特别讲到 F-31，那说啊，我们现在不要顾 F-35，错，我们现在要顾 F-35。为什么？这是最近的一张照片，这是辽宁舰啊。辽宁舰在去年2月的时候，它开始进入大连造船厂维修，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黄框上面 F-35的应该是全尺寸的模型放在这个上面。它为什么要放在这上面呢？因为它要做非常多的一个模拟。那之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福建舰，上面这个也是 F-35。有很多人很多疑问啊。明明辽宁舰它是滑跳起飞的，它为什么会放 F-35？因为我们都被美国航空母舰的这种思维给框限住了。为什么？因为美国航空母舰它是进行大洋作战，意思也就是我卡尔文森号的这些舰载机，我不太会去降到雷根号上面。可是以现在解放军的规模，它绝对不是如此。也就是它从它的舰载机出去之后，它后方的，也就是无论是辽宁舰或者是山东舰，战机起飞之后，它需不需要前方的支援？它需要。那同样的，我们讲说前方的这一个福建舰出去的 F-3那个歼35。它需不需要其他的舰艇的协助？需要，所以它在做落舰的准备，也就是未来的歼35，它不但可以落福建舰，它也可以落山东舰，它也可以落辽宁舰。他们现在已经在做这样的准备。至于训练，他们早就在新城那个辽宁的新城机场进行了。所以我们这样说，不要小看了解放军，不要夜郎自大。是，来，董哥呢？如果大家注意新闻的话，我们节目前几个礼拜曾经讲过，不是美国希望习近平跟拜登再通个电话吗？联购完了也没有消息呀。各位朋友，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国自己在选举，拜登情况很不妙，这个其实牵动全世界的全世界很多国家受影响。那现在你看的菲律宾现在已经快变成2个国家了，一个杜特地的国家，他想把南方把说你如果再这么亲美的话，我可能这些省我可能就要独立有那种迹象啊。那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也快变成2个国家一个叫 USA， 一个叫 USB 啊。大家叫德州，有人都军队去支持德州，不要放那些人来越境，那些非法移民怎么可以让那拜登的中央政府认为说你们地方没有这个权利，他说我们就是有这个权利大家就已经变成类似那种共和党跟民主党的，变成2个国家。所以你要看现在其实很多国家自己有很多的麻烦呐一般你如果自己国内有麻烦的话，你对外就要很大声赶快去吸引别人。那现在拜登自己要选举，国内又碰到这种情况，他其实很需要习近平最好习近平出来让他骂一骂骂一骂表示你看我比川普还强硬，我碰到习近平我就敢骂他是独裁者每次都借你玩。那最后下场是什么？中国大陆现在也学的比较明白一点了。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选举很多氛围就不一样。譬如说现在全世界最凶狠的普丁，他公开讲我支持拜登啊各位，因为拜登猜测得到他比较透明啊那很多人讲你在讲反话，你跟川普是好朋友嘛，所以真真假假很多语言其实是为了在媒体上里面博版面啊。那我再提醒一下各位朋友，美国去年不是打下一颗中国大陆的气球吗？那一天是2月4号，现在已经1年多了，从来没有公布说它是间谍气球。所以你有时候看新闻有时候要追溯，然后要看它的发展。那我们去看到这些国家自己本身很多问题，他们一直把目标锁定中国大陆，其实就是在转移。那转移以后变成很多人对中国大陆的报道，其实它就不是很真实，那只是一个政治的动作。好，
好，韩国瑜院长要注意了，因为现在绿营猛攻他哦，那他要注意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在节目中都会跟大家来一一剖析。先介绍1700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大家新年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新年快乐。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新年快乐。观众朋友，现在还是新年期间哦，先跟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恭喜发财，钱钱来哦！我姓钱。那大家来看看这个韩国瑜今天下午在立法院，他接见了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台北的这个办公室的处长孙小雅。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媒体最近对韩国瑜的报道非常多，尤其是绿营看起来是锁定他哦，包括您看到了他有没有进立法院办公，在昨天开工啊，这个开工日哦，所有的媒体记者或者是说有很多包括偏绿营的一些记者呢，都在写这样子的标题。您看到不见韩院长，不协商临时会，民进党痛批蓝营扩权哦，这是昨天的新闻标题。可是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韩国瑜其实有发布一项这个讯息，说这个所谓的临时会啊，开临时会这件事情踩刹车了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绿营立刻就变换了另外一副嘴脸，说好险韩院长有点 sense。不管韩国瑜怎么做哦，其实我们看到民进党都有话讲。所以呢，包括郭正亮哦，都有告诫或者是善意的提醒韩国瑜要小心。包括你握手的时候啊，某一些立法委员的手你要握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包括范云，因为呢，亮哥说范云是哦，什么事情都会立刻上纲的哦，所以你要步步为营，如履薄冰哦。包括这个老柯。在立法院已经有30年的民进党立院总召哦，可能还会出招。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是今天早上出来的一个最新的讯息。有一个新竹的男士哦，他收下了一个包裹，这是8、9年都没有联络的同学从泰国寄来的惊喜礼物，一打开不得了，里头有不该有的东西。里头有大麻哦，可是呢，法官说我不相信你的说辞，他被地院重判11年。于是就有网友立刻联想到老柯建明，记得吗？几年前他的儿子收到一个从美国来的包裹，里头也有大麻哦，所以这个人他的儿子就没事，而这个新竹的男子就有事。所以网友就说，如果他爸爸姓柯的话，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另外，我们看到包括赖清德，他还没有就任总统。准总统赖清德，郭正亮也有给他一些忠告，他说你应该要实事求是，要和这个人就像兄弟般相处，那个人就是韩国瑜。如果立法院院长跟总统可以好好的，就像兄弟般的交往哦，可以很顺利的推动法案。如果反之的话，那恐怕就是一场大灾难。徐巧芯他是国民党的新科立法委员，已经磨刀霍霍了。他自己在脸书上说，他初6就开工啦哦。他的开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发函台电、中油、交通部、航港局还有文化部这些公营的单位跟事业单位哦，他要去查周玉蔻的这个所谓资金往来。他说你们都是周玉蔻的金主，什么意思？他们可能有一些发包的一些事项给他哦。他认为哦，已经累积出来是1000万，所以他要好好查这些金流是不是有一些言论上面的互补呢？哦，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徐巧芯他在开工第1天他做的事情。而另外呢，我们跟对岸的关系现在看起来好像越来越糟糕了。在新春期间，对岸有渔船因为闯入我们的水域。很意外的哦，这个也很不幸的，有2名中国大陆的渔民哦，不幸的死亡了。这个跟对岸呢看起来已经有一个所谓冲突的导火线被埋下来了。我们看到萧旭晨他就呼吁蔡英文跟赖清德说，要避免擦枪走火的意外，希望两岸平安无事。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管碧玲也讲了，他说这个对岸的这一艘渔船是越界的三无船。所以海巡区取缔这个是正当的啊，没有恶行啊。哦，所谓三无船是没有船名，也没有船舶的证书，也没有船籍
港登记的船只，所以这是海巡署的依法行政哦，这个是很正当的哦。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过去其实有这样追逐的事件，只是因为没有擦枪走火，没有发生意外，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哦。双方常常在海上有上演快艇追逐的戏码。另外，两岸的渔权过去没有沟通沟通无门呐、根本没有门道可以沟通，所以呢，未来会不会更严重？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事。先请教这个董哥怎么看在立法院发生的事情，以及海上像两岸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未来怎么办？其实因为我觉得民进党他们从选前到选后都一直把韩国瑜当一个目标啦。那蓝营的朋友又对韩国瑜的期待非常高，其实我觉得这都是错误的，因为立法院是个合议制，不是院长讲了就算。那这次可能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民进党说韩国瑜有现实，他事情是这样就要先解释一下。国民党团傅崐萁他们希望17号就是明天，行政院长要来立法院做专案报告，报告什么？报告毒猪肉的事件。那韩国瑜他就跟秘书处讲，因为本来这个政党协商，如果民进党也同意的话，当然就可以了。董哥，我们现在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这是刚刚我们收到的。韩国瑜院长他说了，下周一的早上10点半会召开政党协商希望可以邀请陈建仁来立法院做实案报告，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韩国瑜立法院院长下周一要召开政党协商，是那就是国民党团就要求说，本来17号嘛，那17号明天显然来不及，应该是16号晚上嘛那韩国瑜他认为说这样秘书处的作为就太赶，虽然明天是法定有上班的日子，所以他就说这个时间太赶。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因为下个礼拜二立法院就开大会了，大会等于说行政院长就要来做报告了那当然，现在韩国瑜他就是大家看他的处理手法都是比较圆融，这圆融是怎么样？20号之前19号我们协商，那你两方面都顾到了，因为国民党要17，那18号不上班嘛，礼拜天，所以各位可以看他的处理手法。当一选完的时候，黄国昌要16号就要开议。那个国民党跟民进党希望23号，就下个礼拜五。那到韩国瑜那边，大家折中一下，20号，礼拜二，就说你知道他的手法，就说我两边大家各退一点，然后这个就是韩国瑜的技巧了，各位朋友，因为我熟识他非常久，但是民进党一直以他为假想敌其实大可不必啦。为什么？因为立法院将来是党团互相在谈判，在互相折冲的。那所有的一些东西是到委员会了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所以我把这个情况讲了以后，大家就要想，为什么大家都想表现，国民党傅崐萁想表现，民进党黄国昌想表现，对不对？他这次是一个必然的因为大家都第一次拿到武器嘛，然后刚好民进党不够办，这是一个情况啦。那我讲其实很感慨，为什么？因为刚刚讲的那个毒品案，大家都知道，爸爸姓柯的意思是怎么样？在讲柯建铭的儿子，也是从国外人家寄给他，然后他说因为寄来他不知道，然后法官采信，他判无罪就这样，大家就法官采信。那为什么网友自己会有这样自发的行动？因为台湾我们的司法过去一直不被人家相信，就你看到的是怎么样的家世，或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个裁判就会不一样。那我觉得说这网友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对台湾司法，尤其蔡英文那时候开的司法会议，然后讲了一堆东西，其实都没有做到那可以看到，其实我相信很多台湾人的失望不过我今天看到最那个的，当然洗脚间的话题十足洗脚间第一炮就针对了周玉蔻，锁定周玉蔻。那大家知道，唐朝有个女皇帝叫武则天，她的国号叫周那武则天受到最大的挑战是谁？是有个叫席敬业的人。席敬业花了请他们找骆宾王，大家就写了一个，就是我要对你进攻，我要先花一个叫做檄文叫席敬业讨武曌檄，觉得武曌是周嘛我就觉得哇，这可能很多人会很有期待。其实我觉得国民党的朋友或者蓝营的那些大家
的期待着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他很想表现，我们就要给他表现。是。那过去可能很多觉得老成持重，可是国民党毕竟在选举里面，他最吃亏的就是他太老化，太老成持。对，他没有年轻选票，那你要让年轻人去冲，所以我觉得说，即使冲的过程，他有一些你不一定满意，觉得他太没有礼貌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给他冲了那冲的话，你就可以擦出非常多的火花。因为徐小新要问周玉蔻，你到底拿了这些国营事业或者文化部这些，到底拿了多少的广告？不但徐小新想知道，我们大家也想知道为什么小小一家没什么人在看的一家媒体，它可以获得那么多的广告？那当然里面有什么美角这就是大家希望在新春里面能够一下子就明白的事了。是根据徐巧芯的说法是，这些累积的标案已经达到1000万的规模，而他也正式发文给这些公署这些部会，给这些国营事业，要他们说清楚。来，我们来问问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国民党一定要学会就党内相互支持。那既然徐巧芯已经发出了第一枪，我觉得党内就应该要接着打，那形成了一股更大的党团的力量。对于这个所有的公营的这些企业，他们本身委托给民间的标案中有哪一些给特定的人，然后这些特定的人中他有没有政党的色彩，我觉得都应该要查清楚，要给人民一个资讯公开透明，一个公道。我想我们人民要的是一个正义，要的是一个公道，所以国民党内的人一定要相互扶持，相互支持，一棒接一棒，不要说只是徐巧芯打一个人，然后后面人就不打，而且呢，不但要相互支持，而且要相互呼应，要相互抱在一起。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国民党内人一定要学习。另外，立法院的冲突，我估计这个会期，这4年，它的冲突不会停止。对，那冲突想要去寻求冲突停止的这些人是相愿，因为不可能停止。为什么？结构上就是矛盾的。民进党原来第1大党，现在是第2大党，是他一定是想办法去挑剔这个韩国瑜的各种问题，他一定把小事做大。所以郭正亮提醒说，韩国瑜，你跟女性的民进党的女性的立委接触的时候，一定要谨言慎行，一举一动都要特别小心谨慎，因为他们本身会用这种，坦白说，韩国瑜最怕的就是又被戴帽子了，说他性骚扰、不尊重女性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特别跟女性的一些民进党的同仁来往的时候，要特别谨慎，门要打开，旁边一定要有很多人，最好有其他的女性的立委作陪，工作人员作陪，而且呢，对方没有伸出手来跟你握手，千万不要主动去握手。那么握手的时候，千万轻轻的1/3握一下就好，好步步为营哦。对，千万不要2只手握。刚刚看到他对孙小雅2只手握，对于美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说对于别有用心人，他说你吃我豆腐，这个细节要很注意，要很注意。对，来，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对方没有伸出手来，你千万不要伸出。刚刚孙小雅到立法院去拜会韩国瑜，您看到韩国瑜是拿出了一张春联送给孙小雅处长不过在此之前，他们2个有握手。韩国瑜为了表现热情，他习惯伸出2只手握住对方的手。可是对女性可能要小心，一定要小心。这点在国际礼仪上特别小心谨慎因为如果有人想跟你做文章，他任何地方都可以跟你做文章。然后你跟他讲话的时候，视线要特别留意视线要特别留意，因为他会给你做文章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性骚扰的界定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眼神的性骚扰，它都构成，所以要小心谨慎。是，这点一定要小心谨慎我再三提醒韩国瑜，因为他是我学弟再三提醒，小我3届嘛金门的问题不能够轻忽，金门的事情一定要重视。渔船的事件一定要重视。我们跟日本有台日渔业协议谈判完成了协议，这是马英九的贡献。我们跟菲律宾有。两岸之间没有，所以两岸之间没有的话，以往在马英九时代有9·2共识，
所以双方对于有争议的时候是可以协商的。现在是没有协商的，现在协商无门呐、现在协商无门了，很明显的，民进党无能力去处理两岸之间的问题。今天爆发了这件事，不能够混淆焦点，把它放在三无船。我们都知道，交通事故的时候，交通警察会告诉你，有肇无肇是另外一件事，是他要先界定的是肇事责任在哪一方。对，这是交通警察执法很清楚了，他会告诉你肇事责任在哪一方，无照驾驶加重处分，但是无照驾驶跟交通事故是没有关系的。民进党当局不要混淆视听，给大家一个清楚的交代。有时候历史上就是这样，小事冲突，然后变成大事，所以真的要很小心啊。来，请教舰长。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中华民国所公布的有关于临海基线以及临海以及临街区。那如果按照大陆的名词的话，它叫做毗连区啊。那我们来看到这些基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台湾公布的只有台湾，然后以及兰屿、绿岛，还有关于东沙以及黄岩岛的部分。那金门、马祖跟乌丘嘞，其实没有。那没有的话，当然，为什么没有嘞？那当然，我们看另外一张图啊，因为有很多网友特别交代小舰长要秀出地图来。那我们来看啊、这一次不幸发生在北碇这个位置的东方的这个海域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条白线是什么线？这条白线是临海基线。那临海基线往外推12海里的这个范围呢，叫做临海。那在临海基线之内叫做什么？叫做内水。内水其实根本就是它的主权范围，它的管辖权其实就跟领土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是透过两岸关系条例来界定出来说，哦，我们有这个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是这个样子的。可是，这个情况就是像刚刚无论是董哥或者是赖老师有讲过，就是当我们两岸之间有沟通管道的时候，这件事情大家可以默认。可是现在没有沟通管道，而且完全不具有互信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是成立就是个问题了。我们刚刚讲说，这一次翻覆的那个快艇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啊，也就是在北碇的东方这个海域。如果以中华民国的法律来讲的话，那个的确它是在禁制水域里头。可是还记得吗？去年国庆的时候，我们蔡英文总统讲什么？互不隶属啊。那互不隶属的话，它要适用你的法律吗？当然不是如此啊。那其实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这种快艇是不是在作业？是啊，为什么？我们看到它前面有个绞机，这个绞机是用什么？如果你看过有一个节目叫做《渔人的搏斗》，你都知道那个是专门绞渔网的。所以我们这么说，该如何执法，其实那个应该要琢磨的，而不是发生人命之后，其实完全无法补偿。是。